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千层酥皮苹果派。涉及到酥皮的点心总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，但实际上酥皮不像可颂那样对揉面和温度的要求很高，你需要的只是多一点点耐心和细心，就能做出酥得掉渣的酥皮。酥皮需要准备2个部分的面团，油皮和油酥。先来做油皮，提前在小锅里融化60克黄油，再放凉到室温，混合75克水、2克白醋、180克面粉、7克盐，还有刚才放凉的黄油，低速搅拌，一旦成团马上就可以停止搅拌，让它尽可能少地形成面筋，这样最终的酥皮才能酥脆。接着做油酥，准备19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，加入80克面粉，搅拌到充分混合后取出。接下来准备2个保鲜袋，把2个面团分别放进去擀开。最终的结果要保证油酥是油皮的2倍大小，然后冷藏至少1小时定型。接下来我们来开酥。第一次折叠前可以多放一些面粉防粘，把2个面团取出，稍微回温到可以弯折的程度，用油酥把油皮包裹住。先压一压，然后均匀擀开成大约20乘60厘米。第一次折叠，折成4层，冷藏至少1小时，再次擀开成20乘60厘米。第二次折叠，折成3层，冷藏，再次擀开。第3次折叠，还是折成4层，冷藏，再次擀开。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折叠，折成3层，冷藏待用。折叠是最需要你耐心的时候了，每一次折叠之后的冷藏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不能省略。折叠的顺序只要记住4-3-4-3就可以了。期间我们来准备一下苹果泥，罐头装的苹果泥也比较容易买到，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口感更丰富的做法。1个大苹果，去皮切丁，放入碗中，有香草籽的话可以加一点，盖上保鲜膜，留一个开口，放入微波炉，每30秒拿出来搅拌一下，直到彻底熟透，用叉子或料理机搅成泥状。另外再准备1个苹果，同样去皮切丁。小锅里放30克糖，中小火加热到焦糖色，放入苹果丁充分搅拌，再倒入50克水翻炒，直到苹果开始变软，水分减少，倒入刚才微波炉加热的苹果泥。喜欢肉桂味道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。翻炒均匀后取出放凉。下面取出折叠好的酥皮，擀开成厚度约5毫米，找一个直径大概10厘米的圆形模具，用锋利的刀片在酥皮上切出圆形，尽量不要用模具压出圆形，否则会影响最终的层次感。再把它们纵向擀开成一个椭圆形，最终酥皮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。
放上一大勺苹果泥，在边缘刷薄薄一层水，再对折起来。可以用一个杯子或模具沿着苹果泥周围压一下，还要扎几个小口，帮助水蒸气排出。刚才切下来的边角料也不要浪费，让它们保持展开的状态，然后尽可能的拼接到一起，这样可以保持酥皮的层次。可以直接用来做其他的酥皮类点心，也可以冷冻起来，下次开酥时裹入新的面团中。接着来准备蛋液，取一个蛋黄，加1小勺牛奶或淡奶油稀释一下，把苹果派反转过来，平的一面朝上，均匀刷上蛋液，冷藏至少20分钟。等到刚刚刷的蛋液已经干燥，再刷第2层蛋液，放入冷藏。等蛋液干透了，我们来划花纹，找一个锋利的刀片，可以这样，这样，或者这样。下面可以进烤箱了，我用的是没有热风功能的烤箱，预热到170度，放在烤箱下层烤1小时左右。如果是风炉，需要适当减少时间，如果中途上色过重，可以加盖一层烤纸。出炉放到温热就可以吃了，注意一定要轻拿轻放，因为真的会酥得掉渣。可以看到成功的酥皮在烤制过程中会膨胀很多，而且层次分明。自制的苹果酱也酸甜可口，口感丰富。这个酥皮还可以用在其他很多点心中，之后会继续和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